Hello，大家好，我是不二。Hello，大家好，我是3岁。然后今天的这期视频呢，我们将会从多伦多和新加坡物价的方面来做一个大概的说明。然后具体的话，就是从多伦多租房市场的房租，然后到这边，然后物价，然后消费物价的一个水平的比较，类似于超市的菜呀、水果啊、肉类之类的价格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交通方面的费用，还有就是电话费之类的东西。对，然后接下来就是3岁来讲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的就是节目会以采访的形式，然后不二是提出问题，然后我来发表自己的观点。首先我们来讲到第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你觉得多伦多的物价，从房租上面来讲吧，从多伦多的房租到新加坡的房租，你觉得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不一样？总体来说，就是在我的感觉，自己的从物价的感觉上面，新加坡的房子会比多伦多的稍微便宜一些，但是他们的差别也不是特别大。然后从那个找房的容易的角度来讲说，新加坡应该是比较容易找到房子的，因为他们有大量的祖屋可以供就是新来的工作人士或者是留学生选择。然后但是多伦多的话，它就是因为它这几年有建了大量的公寓，然后这些公寓都是比较贵的。反正我知道我们在第1年的时候租的公寓是2000新加坡币1个月，然后是不包水电网的，所以水电网啊、保险之类的还要另外的自己额外掏，大概是200到300加币左右。然后如果你想找就是更低价的一些，比如说townhouse 啊，或者是landed house， 就是独立屋之类的这种房子的话，它就比较困难，属于比较紧俏的。对，然后我们也是第1年住了就是公寓之后，我们才找到一个 townhouse 里面的一个房间跟大家一起合租。然后从这个房子来的话，它就比公寓会便宜很多。对，但是它的居住环境可能会没有公寓那么好，因为你只有一个睡的房间，然后一张床，可能摆个书桌，然后台灯之类的，然后你的厨房啊、客厅啊，还有甚至我们住的那一个房间在2楼，然后厕所也是和别人共用的。然后整体的话，价格会比我们之前住的第一个公寓是会便宜1000左右，但对，确实会很便宜。但是它的居住环境就是不太好了，因为你需要跟很多人 share 那个厨房之类的，然后卫生间之类的，然后你没办法控制，就是你的室友他爱不爱干净之类的啊，会不会注意卫生之类的，他的习惯，对他的习惯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头疼的地方。然后它的价格就是比我们住公寓会便宜一些。我们第2年的它的是13001个月，然后它是包水电。这个房子它也比较抢手，属于我们找到了，也是比较幸运。虽然就是它整体的居住环境其实没有特别好，就比如说厨房啊，可能就比较糟糕，然后客厅的话可能也比较乱糟糟的，所以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己的房间，然后所以我们没有沙发、没有电视、没有餐桌，对的。然后搬到新加坡以后，就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首先我们肯定是作为刚来的新到一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士或者是留学生的话，我们是不会去租那些比较贵的公寓的，因为新加坡的住房说70%都是政府主屋，所以你就很容易选择到比较廉价，然后居住环境还不错的地方。然后相比较而言，我们这一个房子的话，它也是合租的一个 apartment， 然后我们是其中一个房间，但是这个的话它便宜了。比多伦多的它会更便宜一些，因为我们这里是1150新加坡币1个月。然后你可以看新加坡和加拿大，新加坡币和加币的话，它基本就等于1新币等于1.06加币，就是大概就是1:1了。其实也差不多，1150跟之前的1300，对，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它还是便宜一些吧，因为你就算加上水电网之类的，它也到不了1300，这是从住房上的对比的成本来看的。我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能大概的说一下，就新加坡它租房的类型嘛？像你刚刚提到的说有祖屋，然后我了解到的就还有公寓嘛 ，apartment， 然后就是 condo， 然后这些价格的话，可能跟多伦多那边价格有什么不一样？condo 就是公寓。condo 就是公寓。对，然后这个就是要祖屋就叫 HDB。然后还有更高级的，就是不是我们普通人正常人能触及到了，比如说什么 landed， 就是那种独立屋啊，然后 townhouse 好像独立屋是类似于独栋别墅吗？对，独栋别墅 ，OK， 就是多伦多的独栋别墅。然后 townhouse 好像比较少见，我们暂时没见到。对，好的。对。然后它的HDB 就是。对不起，这好大个蚊子，它到我的腿上了。OK。新加坡我服了，我在床上坐在床上的，然后这么大的蚊子跑到了我腿上，打断了一下，你继续。OK， 然后就是这里的HDB 就是祖屋，它就类似于多伦多它那个 townhouse， 就是或者是独立屋 share 的，当然它是政府的，所以它是那种专门针对于低收入人群建的一种什么类似于廉价的人才公寓吧，我感觉对，跟国内的如果是类比的话是这样子的。好的。对，然后如果是独立屋就是公寓的话，它会比新加坡它会比多伦多的会贵很多。独立屋的租金？对，不是公寓的租金，公寓就是多伦多的 condo， 也是多伦多的。可是我们刚刚不是说会差不多吗？怎么又是它的私人的 condo 会比多伦多的租金还更贵。就是我了解到的，他们那种高级公寓里面的租金，最起码都是3000多起的那种。3000新币往上？对，3000新币往上的。好的，那就相当于3500加币呗。对，但是你如果有3500加币的话，你在多伦多的市中心随便都可以租到一套那个1B，不说大吧，就1B1B，对。公寓。对，公寓，甚至2B2B 的公寓都可以，3000多，属于。因为最近这2年加拿大的就是多伦多的公寓，它的房租也是降了很多的，因为经济很不景气那里。好吧。那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物价，就从真实生活方面来看，因为我们每天的日常那个什么衣食住行的话，都在这2个国家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对比。然后你就从我们超市啊一些买菜的地方，买菜和吃饭这里来说。总的来说，新加坡还是属于亚洲国家的范畴。我能感受到它的就是买菜或者是外面吃饭，它的物价水平会比远低于多伦多。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同样我们经常会买一些速食的东西，就比如说一包水饺。在多伦多的话，它同样一包水饺，它可能卖到7加币到7.5加币左右。但是在这里的话，8新币就能买2包，就是2倍于之前的多伦多的消费能力。然后其他的一些青菜之类的也是便宜很多，因为这里的青菜种类特别丰富，就有各种什么小白菜、油麦菜呀，然后上海青啊、空心菜啊，对啊，都很容易买得到。基本上它就是1块多一点点，就是200克。对，2块钱一把。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在多伦多买青菜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对。因为像在多伦多买一把空心菜的话，它可能就贵到7新币左右了，7加币左右了。然后在这边的话，我看了一下，还有1块多一点的空心菜，还有2块钱的空心菜。然后相对于蔬菜来说，很多都是1到2块钱你就可以拿到它。
但是在多伦多的话，你像他刚刚举例的饺子，其实饺子7.5块是很便宜的，在加拿大那边，它是上不封顶的，有10多块、15块，甚至到20块的那种韩国饺子。但是这边的话，饺子我们还有遇到那种9块钱3包的，对吧？对的，白菜猪肉啊，然后韭菜鸡蛋呀之类的都很常见。然后另一个就是就是我们去外面吃饭，然后比如说我在学校吃食堂啊，它那个价格是特别便宜的，基本上个位数，我个位数就能达到，比如说4块钱一荤一素，这是我的基本的搭配。之前每天在学校吃饭，然后在加拿大就没有这个待遇了，因为加拿大我就是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上班的办公室楼下也有一个类似于那种中餐的，也是打饭的那种性质的，它同样的东西也是一荤一素，它就能做到13加币这个水平。就是说吃饭你在外面吃饭，你这个消费水平对比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对，然后但是有一个点我就不是特别明白的，就是说我在 FairPrice 就是这里新加坡本地的一个超市买肉的时候，尤其是买牛肉的时候，给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他们这边的肉类都是论100克来卖的，就是对于我还是比较少见。100克为单位，不是 kilo。对，不是千克，也不是斤。但是在多伦多的时候，它是论磅，因为磅和斤的话是差别没有特别多。但是在这里的话，它就是论100克卖，然后100克牛肉基本上就是要属于2点几新币这个样子，也就是说你要买1000克的话要20-30新币，这个是比较贵的。但是同时他们就是在餐馆里面那些肉类又特别便宜，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个销售的这些肉和餐馆里吃到的这个肉是有2个平行的价格线的。我觉得可能是有不同的销售渠道或进货渠道吧。可能对于餐馆来说，他们就是以量大为基础；对于消费者来说，你单独购买一点日常用的肉的话，它可能单价就会很高。对的，有可能是这样。这应该是对。然后其他的水果之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就是新加坡属于热带，靠近马来西亚和下面吃到的印度尼西亚，隔一个海就可以到的，还有泰国之类的也都不远，所以他们的水果就是特别便宜，会比多伦多的便宜很多。就比如说我在这边，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这边的火龙果，它1个新币1个，因为它是按个卖的话，它就是3新币3个嘛，所以我就觉得哇，怎么还可以这么便宜？然后你在加拿大的话，你可能火龙果的话，它是5加币1个，甚至到7加币就1个这样子，而且没有很新鲜。所以在这边整体的话，就是水果和蔬菜相对比较便宜，但是相对于加拿大的话，可能牛羊肉就比较贵一点，但是海鲜的话，可能比加拿大还便宜一点点。对。然后鸡肉的话，跟加拿大是同样的价格，因为我们在加拿大也买整鸡，在超市里面，加拿大的比如说 Metro 之类的超市买，它一般也是12-13块，或者是 T&T 一个中超，就是比较大的大统华，它也是12-13块。然后在这儿的话，FairPrice 和深松本地超市它也是12-13块，这2个是我觉得是等价差不多的。对。然后剩下的话，从交通方面来讲，你觉得这边的就是坐公交啊、坐地铁啊，费用高吗？如果给我的感受是，说实话，多伦多还是要比新加坡贵很多的，因为多伦多我们也是正常的坐地铁从家里面去到学校，上班，它是属于3.3加币一趟，只有次卡。它不能办月卡，也不能办季卡，只有穷人，就是收入低于一定的比例的时候，他才能办那个月卡，就属于或者是次卡，它能减少一定的部分，能达到2点几加币一次。但是这个条件非常的苛刻，因为基本上就算拿低保，他也不太能满足他这个穷人的门槛。他属于基本上就是你比如说年收入2万加币左右，你才能达到这个门槛。但是2万加币在
安省吧，就是加拿大最大的经济最好的一个省安大略省，它也活不下去。如果你只是2万加币一个月的话，对。2万加币一个月呀？哎，不是，抱歉，2万加币一年，它是论年来的。可是我算了一下，我感觉我之前在加拿大那边的收入也没有很高，我感觉我年收入也就2万多一点点。对，但正常来说，你找个任意的那种 admin 的工作，它都是能达到2万多，你都不满足那一个最低的那个线。就是他讲的是税前，然后你扣了税又是另一个感受。好吧，对于工资这一块的话，我其实还想再开下一期视频，我们就专门的来对比一下新加坡和加拿大这边的工资体系，对于教务人员和普通行政人员他们的构成啊，或者是差别会区分在哪里。对，然后讲到新加坡这边的话，它是也有不一样，新加坡它这边相对来说我感觉还是便宜很多。它每一次如果你是用本地银行卡的话，它还可以打折。它一般一次刷卡的话，它大概是1.8新币左右。但是如果你有办本地的一些银行卡，它还另外可以给你一些折扣，比如说10%的折扣啊。我现在用的就是 DBS 的那个 Everyday 那个卡的，所以它就可以给到一定的折扣，以后它就算很便宜了，就属于1.6吧，1.6左右，它基本上就是多伦多它的一半的价格。然后它的就这边的总体来说，它的交通会比加拿大完善一些，因为它公共交通会好很多。然后但是它不鼓励人买车，所以这是又另外一个点。对，新加坡政府总的来说，它不鼓励居民就是自己买车。如果你要买车的话，你需要首先要交10万新币，拥有一个用车证。但是你如果有10万新币的话，你在加拿大已经能买到一辆非常好的车了。是的。然后这个10万新币只是一个准入门槛，然后你另外买车的话，你还要交可能一个10万新币去买一辆非常一般的车。这个所以就是说，你要花20万新币买一辆比如说日本产的那种代步车，才能拥有车。然后这个10万新币这个用车证，它还不是你就是交了这个用车证它是永久的，它是到了10年以后你就需要报废它。对。但是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有20万新币的话，到多伦多的话，你甚至可以买一些非常豪华的跑车，对，不只是宝马了，对，甚至这个钱如果你拿的去美国的话，他们甚至能买一些保时捷之类的就是超级跑车911之类的，类似于奢侈品的那方面的车了。这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新加坡它是一个岛国，它非常的小，所以它为了控制那个交通堵塞问题，它就不建议就是居民去买车。就类似于上海，它有那个也和北京，它也就是不同于你需要购买用车证，上海和北京的话，它是需要你去抽签，你抽到了这个车牌，你才能去买车。好吧，大概就这样。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还想吐槽的，就是加拿大的电信运营商和对比一下新加坡这边的电信运营商。总的来讲，我先讲讲我的大概的感受吧。我觉得在这边我实现了流量自由。在加拿大的话，我需要每个月付很高的电话费。我之前第一个月是25刀，然后25刀还是多少？33刀一个月。对，我们一开始办的卡是 CHR 它的卡，然后是30加币一个月，另外加2.6还是2点几的税，所以它加起来就是33刀左右。对，加币一个月。然后这个33加币还只是给你最基础的一个流量，一个月只有4个 G 这样子。对，我记得我是一个月只有4个 G， 反正没有超过10个 G， 从来没有超过10个 G 的。对。然后到这边的话，我们每个月的话费是多少？我那个卡？你那个卡是15新币，然后它是200个 G。15新币200个 G， 然后这对比真的非常非常明显了。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加拿大的运营商那么贵呀。然后这个15新币200个 G， 它是属于5G 网络。
然后我的话，我就是因为对网络没有很大的需求，因为平常就是家里和学校两边跑，就是所以也不怎么在外面刷手机之类的，所以我办的是另一个套餐，是7.3，也是200个 G， 是另一个运营商的，但是是4G 是吗？对，但是是4G 网，所以但是我觉得够用了，尤其是比如说我上下班的时候，我在地铁里面，我感觉这个4G 比5G 更好用。你这么讲，好像你这个套餐更划算。对啊，一半的价格，然后也是同样的流量，只是说它是4G 而已。对，然后就是因为有可能是因为在地铁上很多人都用5G，然后它比较拥堵。用4G 的人像我这种需求比较低的少很多，好吧？对，但是还是有200个 G 就可以，也可以正常自由的在外面刷视频之类的。是的，我感觉我在加拿大的2年，我都不敢在外面打开小红书啊，不敢在外面打开视频，对，从来都不敢刷视频的，因为你一不小心，你的4个 G 1个月就用完了。对。然后在这边我就觉得有一些前所未有的轻松感吧，因为你毕竟现在的人。走到哪里都要带上手机，你不看消息，你可能也要去浏览一下别的网站啊，你浏览一下购物网站啊，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软件，像类似于 TikTok 呀，或者是什么 Ins 呀，我觉得这个对生活上的便利来说是非常方便的。然后另外一个的话，我还想再问一下，你觉得从服装方面，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视频讨论的主题就是衣食住行嘛。那我们现在已经讨论过了后面3个，那我想想再说说这边的服装方面，你觉得有没有什么看法？好的。总体来说，我给我的感受，因为我跟不二都比较喜欢去优衣库买衣服，但是我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加拿大的优衣库和新加坡的优衣库，它的差别其实不是很大的，因为它是全球定价是吗？对，它应该是属于全球定价，它就是属于连锁就是它会控制自己的定价，就是在一定的区间，对，所以给我的差别不大。比如说，就昨天我们去买了一些衣服，然后有短裤啊之类的啊，短袖啊之类的呀。就2套。对，2套，它也是有2套是吗？2套。对，也需要200新币，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衣服当中来看，并不能省很多。但是有一个优势就是。在新加坡，你根本不需要穿冬装和春秋装，对，你只需要夏装，你特别省布料，对，特别省布料，所以你买的衣服就只是短袖和短裤这2个类型，就是除了上班，你可能有的，比如说我们学校会要求说你应该着装稍微正式一点，需要穿个长裤，这样子的话，那去其他地方都是。拖鞋、短裤、短袖这3件套，对。不过这一点我可能再补充一点，因为它有的工作场所，它可能要求也是需要穿长裤的。你比如说，你一般坐办公室的话，空调是开的特别低的，你就算可能没有硬性的要求，你也得穿长裤，然后甚至准备外套。我们讲的只是说日常生活的话，你可能就是短袖、短裤、拖鞋你就足够了。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在新加坡嘛，其实。直接从国内的淘宝啊，一些购物网站直接买一些衣服，便宜的衣服或者是自己喜欢的风格的衣服寄过来也是非常方便的。首先它是时间非常的短，另外一个是我了解到的运费的话，它其实也很便宜的，就类比你在十几块就可以空运，就是从国内空运过来，一般只需要5个工作日。对，而且还有更短的2-3天的。我们是有用过一次，3天左右那个就应该是几块的，就是更快的。加急的，就反正贵的话也就可能20-30公斤这样子。对。然后类比我们在北美的话，你可能买快递就不会有这么方便。首先它就是路程太遥远了，而且可能单价也会更高一点。对的。以上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对于今天这期视频？对。然后在加拿大的话，就是你需要有各种款式的衣服嘛，因为尤其是冬天需要穿棉袄，这些就会比较贵的。对，棉袄超级贵，我在加拿大看加拿大鹅一件就是200加币吧？不止啊，加拿大鹅一件要2-3千加币。2-3千加币吗？我一直以人民币来算的，反正就是上万的人民币了。对的。太贵了，所以我们很多衣服都是直接从国内带的，对的。因为从淘宝你买寄过来的话也不是很划算，因为本身羽绒服啊、厚衣服它本身就占体积，而且它单价又高。对，是的。
OK，然后今天就是这期视频的主题啦，就是对我们讲到了衣食住行。对，如果你还想了解其他的信息，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对，我们有时看到了都会就会回复。是的，谢谢大家，拜拜拜。